嗨，大家好，还记得去年的那起中国留学荷兰的女博士，因为向荷兰籍男友要8.8万欧元彩礼而被荷兰警方逮捕的那个事儿吗？最新消息来了，说是这个女留学生不久前被荷兰法院判刑6个月，附加驱逐出境。今天的视频，我就来为大家全面解读一下该名张姓女博士索要彩礼的前前后后。欢迎来到幸福频道，我是李幸福。根据公开报道，该名女博士姓张，生于1991年，是江西省某高校硕士，公派到荷兰鹿特丹读博士。实际上，张女士在出国留学之前就已经结婚了，结婚时向男方要了66万元的彩礼。不过，张女士到荷兰留学之后，就结识了当地的荷兰男性，而且在第4年被丈夫抓了包，然后就离婚了。按理说，张女士是离婚的过错方，不过呢，张女士却拒不退还66万彩礼，而且还是1分都不退的那种。因为退还彩礼这个事儿，张女士和她的前夫隔空撕了好久，最后呢，以张女士的绝对胜利告终。毕竟女方远在荷兰，真的打起官司来很麻烦。中国人的传统一般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还有什么一夜夫妻百日恩之类的说法。所以张女士的胜利可以说是让她出尝了彩礼的胜利果实，心里着实美滋滋。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。离婚之后，张女士名正言顺地和该名荷兰男子同居了。本来她的计划是通过和这个白人男性结婚生育，从而拿到荷兰的永久居住资格，甚至是入籍荷兰，从中国人变成荷兰人。这也是一条非常顺理成章而且最容易的道路。更让张女士开心的是，2024年3月，张女士怀孕了，她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的荷兰男友，并提出结婚的要求。荷兰男友也很高兴，答应了张女士的结婚请求，还一起准备婚礼。谁料到这时，张女士却郑重其事地向她的荷兰男友提出彩礼要求，8.8万欧元。为什么张女士向荷兰男友要的彩礼是8.8万欧元呢？那是因为她参考的是她第一次在国内结婚时所要的66万人民币，而8.8万欧元恰恰相当于66万人民币，还都是吉祥数字。但是让张女士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8.8万欧元的巨额彩礼让男友瞬间感觉自己的感情被错付了。加上女友海外留学生的身份，让他瞬间和网络中那些可怕新闻联系在一起。因为根据欧美法律，以结婚为目的索要无偿性财务赠与的，或者以怀孕为目的索要财务赠与的，一律定性为诈骗。而且8.8万欧元在荷兰可以说是一笔巨款了，抵普通人1年的收入了。这里值得补充的是，在欧洲很多国家的新闻报道中，经常见到有留学生为了换取欧洲身份而骗婚的桥段，尤其是针对亚洲群体。你看这山东彩礼这个全球第一，现在俺这云呢，都行5个9万9，有5个都是50万，光彩礼不算礼不算车不算房，房子他现在都要全款，婚期人都不愿意。所以张女士的这个荷兰男友就愤怒的强烈的拒绝了彩礼要求，张女士自然也怒了。然后双方就是争吵，最后就是张女士提出分手，她的荷兰男友果断同意。不过她的荷兰男友却提出一个分手条件，张女士要把孩子生下来给他。张女士那是自然的坚决不同意啊。于是她的荷兰男友居然就报警了，声称张女士和他同居怀孕只是为了拿到移民身份，而且现在还利用感情及肚子里的胎儿对她进行敲诈。荷兰警方接到男子报警后，就立即将张女士逮捕并关进监狱。接下来的案件顺利审判，荷兰法官给张女士定了2项罪名：移民欺诈和诈骗，并判处她监禁6个月，附加驱逐出境的刑罚。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。按审判过程，张女士大概在荷兰的监狱里坐了6个月，即判刑后即出狱，或者判刑后不久就出狱。当然，如果张女士中间被保释的话，她就会被直接送到监狱服刑。无论是什么情况，她从荷兰的监狱里出来，就会被直接强制遣送到中国。由于她涉及的罪名中包括移民欺诈，
所以她会被列入荷兰的移民黑名单，还会被列入欧盟的移民黑名单，即她此后是无法再踏入欧盟国家了。另外，鉴于欧盟和美国的关系，欧盟与美国之间是有可能共享移民黑名单的，那么张女士此后恐怕连美国也去不了了。操！其实张女士应该在学识方面已经是人中龙凤，已经读到了博士，但是这样的女博士居然还是打心眼里相信女权那一套。不过呢，她信的这个女权有点问题，属于中式田园女权，这种思想还停留在老早以前，也就是前现代的观念。再看看欧洲那边，人家已经发展到后现代阶段了，彩礼这种东西那就是封建时代留下来的落后玩意儿，所以他们对彩礼那是坚决反对，毫不留情。难道这个博士学位是淘宝买的吗？咱就说这些国内自我标榜独立女性的群体，能不能别这么分裂？谈权力的时候高喊西方先进理念，要钱的时候秒变中华传统美德，这要彩礼的操作真的堪称。论如何用9年义务教育培养出21世纪跨国婚骗人才。还有王法吗？还有法律吗？这起事件不仅让我们对东西方文化差异、婚姻观念以及女性独立性产生了反思，也让我们不得不问，在全球化的今天，文化差异究竟应该如何在跨国婚姻中找到平衡？对于那些想借婚姻改变命运的人，爱情与利益的边界该如何界定？这个事件给我们带来的警示是，跨文化环境下的行为可能引发无法预见的后果，我们是否应更加谨慎，尊重彼此的文化与法律？每个人的选择背后都有不同的动机，但如何在尊重他人的基础上保护自己，是值得我们深思的。你怎么看这件事情？张女士的行为是文化冲突，还是个人选择的失误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下期视频再见，记得订阅哦。改革春风出